大家好，自从我人到中年，血脈覺醒，開始種地，並且我沙漠的小菜園還有這幾棵果樹讓我淺嘗了幾口收穫的喜悅以後，我就在開始想，怎麼能讓它們長得更好。那想讓果樹還有菜長得更好呢，就是要施肥。但是呢，在美國你想買一包有機肥要20-30美元。那我現在手裡呢，是我今天一天做飯用下來的廚餘。那這些廚餘呢，都是我真金白银買的，我要把這些丟掉，然後花重金去買肥料，這合理嗎？這不合理。然後我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堆肥之路。但是呢，傳統的堆肥方法对我來說呢，既占地兒又費時又費力，而且還容易失敗、臭啊、招蟲啊，或者是壞掉。所以我就想到了堆肥機。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啊，什麼東西都貴，廚餘堆肥機呢，弄不弄就799、899、499。這個價格讓我下不去手，我就在想說，這個堆肥環保為什麼就成了有錢人能做的事兒呢？美國亞馬遜其實有很多自營的品牌，這些自營品牌我又不敢買，它是便宜100來塊錢，但是因為它沒有自己的官網，所以它的售后基本上就等於沒有。你過了亞馬遜的這個30天的退換期，基本就等於砸在手裡了。然後我就找到了 Moreborn 這個品牌，它在美國呢是有自己的官網的。我找了他們的客服聊了一下，他们的退换貨呢是90天免費退換，然後有1年的保修。我就在想說，那我就買回來試一下嘛，因為我覺得價格也合理。然後沒想到我就愛上了它。今天呢，我就給大家展示一下我這個新玩具有多麼的神奇。這邊是我的科技改變生活、提升生活幸福感角，我的這個角裡邊全部都是讓我特別開心、讓我省時省力的科技新品哈。那這兩個呢，就是 Moreborn 的廚餘堆肥機。我現在這個我已經用了1個月了，然後這個呢是昨天剛到的。我為什麼買了2個呢？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太好用了。那這一個呢是12升的，給大家看看我這裡邊廚餘生成的這個土，超級厲害，有沒有？它完全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有營養的肥土，然後現在正好已經完成了，這一個 cycle 已經完成，現在是綠燈嘛，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了。這一個呢是4升的，它的這個容量明顯就比12升的這個要小很多，但是它的好處呢是可以把這個桶提出來。這個呢是不能提出来，所以它配了一個這個小鏟子，你是可以把這個土給舀出來的。其實看外表它的這個大小差不多，但是這個12升的我明顯感覺到就它的這個容量要大很多。其實小家庭這個4升的也就足夠了。我是觉得他們倆的這個顏值很高，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我家不允許有醜東西出現，雖然這個很醜吧，但是這個是個古董哈，大家不要介意。就是我們家的這些小電器必須要兼顧它的顏值以及性能，所以我就搞了2個廚餘堆肥機。然後呢，這個是昨天剛到的，所以我就想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個應該怎麼用。這個12升的廚餘機來的時候呢，是帶了2包這個呢是應該是除臭的，像活性炭類的這個東西。然後這個呢是有點像發酵菌的東西。在用之前呢，像這個12升的就要把這個整個一包倒進去，就可以往裡放這些廚餘。我當時第一次用的時候呢，我就把這個一整包放進去，然後放進去了1整桶的廚余。等它變成了土以後，你只需要把上面的那些廚餘做成的這個堆肥舀出來，然後留一個底兒，就代替了這個包。它是可以無限制的發酵、無限制的用，就等於是這個引子它是可以無限制的用，除非你哪天覺得哎呀，我想再買1包這個，你再去買。但是其實它的這個耗材幾乎等於沒有，而且因為它這個裡邊的這個菌啊，它都是帶在這個堆肥的裡邊。你可以把它舀出來，不僅可以放在土的表面，或者是埋在土的底下，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原來的堆肥桶裡面，因為它是可以作為一個發酵菌來用的，它是可以加速你原來堆肥桶裡的肥快速分解、快速發酵的。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神奇的。然後呢，這個東西哈，咱們家富貴特喜歡，為什麼呢？我覺得這個不僅是對於我這種種植愛好者非常管用，還有對環保愛好者，因為它把廚餘打成肥料以後呢，你等於是減輕了這個城市的垃圾廚餘的一個壓力，而且它沒有味道。对於富貴像這種潔癖人士，他非常喜歡是，他現在每天吃個蘋果就丟進去，吃個香蕉皮就丟進去。其實家裡現在是沒有垃圾的味道的，就吃什麼東西他都往裡丟。它這裡邊是沒有鋒利的刀頭的，它那裡邊全是鈍刀。
就是你在洗啊，或者是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划伤手。它是用钝刀，然后用挤压的方式来把它这些厨余给压碎，然后烘干。它的这个一个 cycle 停止的这个点，就是它感应到了它这个湿气没有了以后，它就选择停。它在这个 cycle 运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随时打开它，随时往里丢你今天的厨余，直到你想要把这个肥料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就提前2天就不要再往里加东西了。我的经验就是它运行完一个 cycle 就满满的一个厨余的情况下，要2天的时间，然后2天时间它就自动就停了，因为它感应到它这个里边肥料已经是干的情况下，它就自动就停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放新的进去。那我今天正好这个新的小的来呢，我就想跟大家正好从头来演示一下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因为这个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就不是从头开始用嘛。那首先呢，就是要把活性炭放在里边。那这个活性炭就是这是一个盒子，盒子的打开方法和这个还不一样。这个呢是后边有一个这个盖儿是可以直接打開的，那這個的活性炭是從這邊打開往裡加，這個就是一個除臭的一個活性炭。那我們這幾天用這個大的這個感受啊，就是它沒有什麼味道，它在運行的過程當中呢，有那麼微微的酸味兒，就是有點像它那個酸吧，還不像醋的那個酸，它有點像那種麵團發酵過頭了那個酸味兒。所以它不是那種就是特別濃烈的酸味兒，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上對我來說是沒有什麼味道的。這個的盒子比較小，比那個12升的要小，所以我就加一部分就可以，把它加滿就行。活性炭加上以後，我們把這個蓋子塞住它。好，蓋好以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卡進去了。這邊有2個這個卡扣，正好卡這2個小圓圈。好，大家可以看看這邊呢，它也是一個鈍的刀頭，所以它裡面它都沒有那種就是特別鋒利的刀頭。就我的手在裡面清洗啊或者什麼的，它可以自動清洗，但是就如果哪天你想要用手動去清洗的話，這個裡邊是完全沒有鋒利的刀頭的，它是靠擠壓、碾壓的方式來，有點像研磨豆漿機，就老式豆漿機的那個研磨的感覺來作用的。這個所謂的生命力量，就這個發酵菌啊，裡邊是長這個樣子的，就它是有點像土的。4升的機器只需要加一丟丟，他說是30克就好，我就隨便，我也不用稱，就加一丟丟就可以。我們把這個發酵菌加進去以後，我們就可以加廚餘了。那我這個廚餘呢，裡面包括了玉米杆兒，然後果蔬皮、茶葉、雞蛋殼，還有菜葉。那我們就把它加進去。這個因為我還沒有用啊，那這個大的呢，它在運行的過程當中，除了它沒有什麼味道以外，它也沒有什麼聲音，基本上沒有聲音，就除非你湊近了，你能聽到它在裡邊就轉的聲音，但是基本上沒有聲音。所以我第一次用的時候，我還在想，我這機器是不是壞了？因為完全沒有聲音，我以為它會有一個什麼的那種聲音，沒有。所以我仔細聽，它是在裡面是有轉的聲音，我才知道它在運行了。那 Max 在這兒，它其實可以往裡加很多東西。這個4升的大小呢，我覺得小家庭用絕對是足夠的。現在呢，我們就把這個蓋子蓋上，然後鎖住。那像這個4升的堆肥機呢，它和12升最大的區別是它有2種模式，一種是打碎模式，一種是堆肥模式。那打碎模式如果是 L 你比較多的話，它是需要6個小時；如果是選 S 廚餘比較少的話，是需要4個小時。那它這個打出來呢，其實就是作用沒有味道，但是它不能用於堆肥。那這個模式呢，它就是堆肥模式，打開以後呢，它是需要運行24小時的。我們現在來選擇堆肥模式，選擇好了以後呢，它就開始自動就運行了。你要是小的，還有一個好處是透明的。對，它透明的，你是可以看到裡面的。然後大的它不是透明的，像12升的呢，它就沒有打碎的選項。一丟進去，點開開始模式呢，它其實就已經是堆肥的模式在運行。那個現在這個大的呢，我這個 cycle 不是已經完成了嗎？我就要用它自帶的這個鏟子把它鏟出來一部分，然後就可以用作肥料了。這個堆肥土還可以進行堆肥土外澆。
对，拿堆肥土去跟人家换水果去。因为富贵现在就是每天特别喜欢玩这个，然后每次看到就是出来这么多营養豐富的堆肥土，他那天跟我說，哎，你這個以後可以堆肥土外交。我說誰跟你外交？他說你這個又營養又沒有怪味兒，然後呢，這個又是正循環又環保。你誰家種地啊，誰家種菜，要是想省事兒的話，就可以堆肥土外交。你給他一把土，他給你一點菜。我說這也可以。我朋友那天來了，說他們家肥料外交是他們家養兔子，然後他朋友種的無花果給他無花果，他給人家一袋兔子屎。然後我們就在想說，那我們這個外交這不太好了，這不比那個兔子屎好啊？兔子屎你還得再重新發酵，這個都是已經發酵好了的土。你也弄個袋兒，我也弄個袋兒。咱們不有那個密封機嗎？啊，密封。你把它給密封上，再貼個你的 logo。易拉罐的記事本肥。堆肥機它是非常符合我的環保理念的，從不浪費到處理垃圾的這個壓力各方面非常符合我的一個環保理念，順便能讓我的這個菜園有機正循環。然後我就想到了這個它費不費電？它這個機器啊運行一天1.2度電，它還省電。你如果說買這麼一個機器，一個月電費80，那就不划算嘛。那這個東西就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但是呢，它既省了我買肥料的錢，還不費電，而再加上我們家也有太陽能啊，就算沒有太陽能，它這一天就花1度電，我覺得 OK 的。我覺得這個最好的好處就是它讓你沒有丟垃圾的壓力，因為我們家禮拜1倒垃圾，所以我們每次出去旅行都必須要卡在禮拜2、禮拜3走，因為你禮拜1得倒垃圾，你要不倒的話，我出門玩一圈回來，我垃圾桶就臭了。那有了這個以後呢，其實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我其實有味兒的就是廚餘有味兒。有味兒的就是廚餘。富貴，你知道這個東西還可以幹嘛嗎？還可以餵雞。是嗎？這個是可以當雞飼料的，因為它完全就是我的廚餘，我的食物啊。那現在呢，這裡邊其實這個土啊就差不多了，我就留個底兒在底下，然後我就把剩下的廚餘丟進去。我這廚餘裡邊啥都有啊。我們家很少有剩飯，因為我現在做飯呀什麼的都非常的可丁可卯的，我不喜歡有剩飯，所以剩飯其實很少，偶爾會有剩飯的，一天1頓飯還不夠吃。你別聽他瞎說，感覺我好像在虐待他一樣。你好好弄，好好說，你好好說話，說的我跟虐待你一樣。那其實這個今天的這個廚餘就是剩的不是很多嘛，我們就把它蓋上蓋兒。啊，這麼點兒也可以。這麼點兒也可以。開始，然後它裡邊就自己開始轉了，我呢就能聽到裡邊是微微的那種轉的聲音。你看這兩個機器同時運行的聲音也都沒太有聲音。還想到一個什麼問題呢？就它這個廚餘機呢，雖然它不挑食啊，你什麼都可以往裡丟，但是我認為就是像什麼大骨頭啊，還有什麼貝殼啊、牡蠣殼啊，這些就不要往裡丟了，因為第一，你往裡丟它肯定就有聲音，因為你打碎那些東西的時候會有聲音。第二，我覺得為了延長我的廚餘機的一個使用壽命的話，我也不太建議去往裡放這些大骨頭之類的東西，而且它會劃傷內壁。我認為就是我的寶貝，我還是好好的對它吧，對不對？現在是下午4點，我們就看看這個滿滿的一箱4升的廚餘，它在這個小的裡邊是需要運行多長時間，它才能變成堆肥土？那趁着這個時間呢，我就把我生產出來的珍貴的肥料黑金肥料，我們拿去我們的後院給它用上。感覺今年咱們的枇杷會是大豐收啊，非常多的小果，非常多的花，所以我們要給它加強肥力。這個呢是之前曼曼幫我埋的堆肥桶，我裡邊已經加過了上次弄出來的肥料，然後它是可以促進裡面本身的廚餘的一個分解和發酵。另外也可以把它直接撒在土的表面，也可以把它埋在土的裡面，但是因為它非常的有營養，不建議直接當土用，最好還是和普通的土就1:3的比例來混合使用。這樣我們家就有源源不斷的
肥料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之前堆的肥，其實已經快1個月了，還是這個樣子。所以傳統的堆肥其實是非常費時的，就均勻的把它撒在上面就可以，稍微的撥弄撥弄就可以了，混合。然後未來如果更多的話，我就要把它挖個坑埋在旁邊，讓它作為一個長期有效的肥料在裡面作用。感覺今年不管是我的菜園還是我的果園，都會有非常好的收成的。借助這個 Moorborn 的廚餘堆肥機，我剛才忘了還有一盒咖啡渣啊，然後我們今天把它丟到這個小的裡面，然後一關，它就又開始自動運行了。看着這一大一小廚餘機在這幹活，我特開心，也算是為環保盡點力吧。這個又出來了，這個也是我們家特累的，一天到晚就不停，它邊掃邊拖，我們家就還保持得挺乾淨的。我們是下午4點開始運行上這兩個 Moorborn 的廚餘堆肥機，那現在是晚上9點，我們看看它現在狀態怎麼樣。已經基本上變成土的樣子了，這個12升的能看出來還有一些塊比較大的渣兒，就比如說像這種啊，它還沒有完全碾磨碎，讓它繼續工作。這個小的4升的我們也打開來看一下，小的呢看起來稍微的細一些，然後我裝進去的時候其實是達到了它 max 的一個量，現在5個小時就剩下可能1/3的量了，那讓我們繼續運行到明天再來看看。大家好，今天已經是第2天了。那這個12升的，其實在早上的時候就已經自動停了，因為昨天我放的廚餘不是很多。它如果把它放滿的話呢，它是需要2天的時間。那昨天我放那一點兒的話，它其實不到24小時，12個小時左右就已經完成了。那這個小的4升的呢，小朋友們，請你們冷靜。好，那這個4升的呢，它其實是還沒有停止，但是我手動把它停止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剛才打開的時候，其實它已經是非常乾的狀態了。跟大家說一下，我為什麼把它手動停了啊？因為呢，它這兩個機器的運作原理是不一樣的。那這個12升的呢，它裡面是有很多的感應器，感應到裡邊的這些廚餘的濕度啊，所以它這個濕度它已經到達了一個乾燥的程度以後，它就會自動停。那這個小的呢，它就有點像電飯煲一樣，你選擇好了模式以後呢，它時間到了它停。那4升的呢，就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你每次的這個乾度可能是不一樣的，因為你每次往裡放的東西，放的裡邊的這些廚餘，它的水分含量它是不一樣，就有點像你做米飯，你如果水放多了，它出來的就是個軟飯；你水放少了，它出來就是硬乾的飯。所以其實這個小的，因為你可以隨時打開嘛，你其實可以去看它的這個乾燥的程度，不需要每次都要到達24小時，因為它這個本身設定就是一個 cycle 就是24小時。如果像我一樣往裡放的廚餘比較乾燥的話，其實根本就不需要24小時，它就可以完成這個 cycle。它其實不是很建議往裡放什麼菜湯啊，或者是高鹽高油的一些剩飯的，因為菜湯首先它濕度比較高，它就會增加它的一個運行時間。第二呢，它這些高鹽高油，就算是它發酵成了肥料以後，其實它對於植物本身就不是非常的好。那我現在呢，就打算把這一波發酵好的廚餘丟去後院，然後給大家演示一下這兩個機器是應該怎麼來清潔。這個4升的呢，它是可以直接把這個小桶提出來，我覺得還蠻好的。但是拿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它這個溫度其實還蠻高的。雖然它不至於說把我的手燙傷，但是我的手是不能放在上面太久的，它是有一定的溫度在的。現在就剛好用這個桶來把12升的也給盛出來。唯一的我覺得不是很好的一點，就是他送的這個鏟子，這個把兒有點長。其實他應該送一個就是更加有利於往外挖的一個鏟子。其實我們家有一些什麼湯勺，不用的湯勺可以比這個更好用。它的這個長度和它的這個直徑已經是接近了，所以在咬的時候並不是很好咬。這是目前我用下來唯一覺得
我不滿意的地方。那這個和機器本身沒有任何關係啊。我現在12升的機器裡就基本上剩個底兒了。那昨天這一晚上生產出來的廚餘堆肥就這麼多，這麼差不多半桶吧。我現在要把它丟去後院。這個小的我把剛才所有的肥料都倒掉以後，其實裡邊是很乾淨的，就可能邊邊上能卡一點兒，但是其實如果想要洗的話，涮一下就可以，甚至可以把它丢入洗碗机。但是說句實話，誰会去洗一個堆肥桶呢？就不需要每次都去清洗，頂多就是把卡在缝缝上或者這個壁上的一些肥料摳一摳就可以了。那這個大的呢，其實也一樣。我剛才不是把廚餘撈出來以後還留了點底作為引子嘛？這兩個感應器上面如果粘了東西，有的時候糖分或者是澱粉會把它粘住，就會影響它去感應它的濕度。所以每次用完，只要把这兒上面摳一摳，讓它上面沒有被粘住就可以了。壁上啊，这稍微摳一摳就摳掉了，根本就不需要去洗或者是清理啊什麼的，真的是非常的省事兒。Moreborn 的2個廚餘堆肥機用下來呢，我都非常非常喜歡。如果你是小家庭，而且呢是屬於新手的話，這個4升的絕對足夠用。但是如果你是家庭成員比較多，或者是後院比較大，對於廚餘啊堆肥的需求比較高的話，那這個12升的絕對就是一步到位的選擇。當然，我是擁有王炸組合。那接下來呢，我就要把今天的廚餘，看又是這麼一大盆也丟進去，真的是幫我實現了我們家零浪費啊。當然也給我和富貴兒增添了很多的樂趣。那如果是你的話，你會選擇4升的還是12升的呢？也歡迎您在評論區留言，來和大家分享你對於廚餘堆肥機以及環保還有正循環的一些獨特的見解。那今天就到這裡吧，拜拜。